好一个繁衍到昌盛的仙道世界！我蹲在解忧杂货铺门口，看着半空中一道修士的盾光划过天空，满眼艳羡。1年前我穿越了，用一品修仙游戏里的1级小号穿越的。乾坤袋里毛都没有多一根。大喜大悲之后，我在青陵城西开了这家杂货铺，前面卖些不入流的东西，后面住人。店名叫解忧杂货铺，解忧就是帮人处理尸体。后门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我露出笑容。客户上门了，开门。2米高的壮汉拎着2硕大的黑皮布袋走进来，浓眉大眼，眼中带煞，浑身透着凶悍。秦老板，这次的货加急处理，加急，价格翻倍，这是400一瓶是。我蹲下打开布袋，2具尸体，一个50、60岁的老者，一个40来岁，面白无须。风险高，难度大，再加3倍。壮汉面色一冷，身形拔高3寸。我没动，只是冷笑。过分，这俩可是铸就道基的修士，你们以为扒干净了，等人气机消散了才送来？我看不出来。这衣服是天蚕丝以18钩方法制成的，这老家伙还没蓄须，他们来自哪里？还用我说？壮汉瞬间恢复原样，憨笑着竖起大拇指。秦老板目光如炬，再加3倍，必须今天处理掉。他老老实实多给了600零食。人走后，我撒了药粉，消除血腥味，把尸体拖进后院。这解忧生意就是帮人处理真受落败身亡的修士。这仙道世界追查手段没有1000也有800，被不同法器术法弄死都有迹可循。而我出手能让对方追查不到我这。摆了桌子，放上香炉，点燃3根香。2位前辈，你们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别整到我头上。我这起码能让你们入土为安。嘀咕完，我伸手靠近老者的尸体，手接触尸体的瞬间，白雾从手中伸出，对着尸体一抓，缩回来时，手里多了团柔和的白色光球。光球消散，一本蒙着微光的蓝皮书浮现。技能书我没在意，随手丢进储物袋，再抓向另一具尸体。这次手中多了一块2指宽的血玉，色泽温润。血色浓得往外溢，让人汗毛炸起。我眉头一挑，这血玉叫玉函，本是下葬时放在死者口中的东西，但这个不一样，是祥玉极品中的极品，鬼市开了能卖个好价钱。开张吃3年。我拿出刚才那本技能书，符箓初级，拍了拍脑袋，蓝皮书破碎成荧光墨录。片刻后，我睁开眼，脸上带着喜色。符箓分符传、墨录、丹书。这本初解里记载36种符传，9种墨录都是基础，能接触到这些，说明那老主不是什么技能学子。我暗暗一叹，这俩筑基修士果然不简单，这钱不好拿，技能书也不好拿。我把2具尸体搬进金丝楠木棺材，被摸过尸后，他们面色恢复平和，血腥味消失，就像被超度了一样，钉上棺盖，收进储物袋。我换了一身行头，泥胶覆脸，灵液滴目，摇身一晃，身形矮3寸，变成一个佝偻着身躯的低矮老头，从侧门出去，混进城西人流中。守门卫士打着哈欠，没多看我一眼。出了青陵城，顺着荒路走半个时辰，前方一片黑森林，覆盖山脊，枯树上站着一排排黑乌鸦，目光森然盯着我。这些都是乱葬岗里食腐为生的黑乌鸦，半生半死。我点燃一根香捧在身前，乌鸦们转过头，不再多看。顺着小道向前，薄雾里荒坟林立，鬼影绰绰。我捧着香往前走，没人理会我。走到一半，脚步突然有古怪的戏腔从远处飘来，初时细如蚊呐，2、3息后清晰可闻，凄凄凉凉的女人声，蕴含的怨气像针扎一样往脑袋里钻。又过2、3息。唱腔里多了唢呐锣鼓的配乐，阴阴恻恻，让人汗毛炸立。我巨目远眺，薄雾里一群身穿红衣的鬼魂飘荡，奏乐的抬着朱红大棺的红花木盒的，乍看是迎亲队伍，却满是阴森哀怨。20多个鬼族，都是养气6层以上的士，而我自己不过养气6层。迎亲队伍从我身旁飘过，飘到一半，前方举孩子的鬼尖叫一声：“接亲回门喽！”眼前一花，我已躺在一个狭小空间里，伸手一摸，上下左右全部封死，被封进那口朱红大棺了。我静心躺着不动，隐约能听到外面锣鼓喧嚣，戏声不断，队伍飘飘荡荡前进，薄雾消散，一处古风古色的庄园出现在前方，牌坊上书3个大字：德非种。庄园里张灯结彩，宾客满座，只是这些宾客全都面色惨白，笑容僵在脸上。桌上摆着香炉，围着血淋淋的3声头颅。吉时已到，送入洞房。8个轿夫抬着朱红大棺飘向后院，送入婚房后，轿夫退去。我推开棺盖走出来，侧面大床上坐着一个身披红衣的女子，纤细腰肢，怎么看都是个大家闺秀。但我一看，脑袋里瞬间浮现4个大字：久去回肠。传说中的名气，这女人跟活人没什么两样，这是超越鬼族的鬼兵，相当于筑基修士。公子既然来了，何不沐浴更衣？莫不是奴家不漂亮吗？女鬼开口，声音娇媚，我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果然，这妖艳贱货早就惦记上我。上次来送葬时被她见到，这不是时运不济，是早晚会有这一天。公子怎的不言语？只是见到姑娘，一时恍惚，偶得2句诗而已。我随口敷衍。哦，女鬼眼睛一亮，不知公子可否迎来？那你听好了，我脑筋一转，随口抄来2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女鬼听得面红耳赤，一声嘤咛倒在床上，红衣刷得不见，只剩亵衣，一副人均才索的样子。我眼皮一跳，拿出一把灵香点燃，插在香炉里。灵香给鬼物用，能安抚神志，驱除恶念。但凡想更进一步的鬼物，都不会肆意吞噬生灵气血，那会沦为神志泯灭的怪物。
灵香是遇鬼养鬼的修士最爱，女鬼识货，自然认得这对鬼物来说是真正的好东西。她身形一晃，我倚在大床上，她搂着我脖子，媚眼如丝。不知姑娘芳名？我问。奴家屈氏得容。屈姑娘谬赞了。我带着笑敷衍余光扫过燃烧的灵香，才烧到1/3，这妖艳贱货已等不及了。她一搂我脖子，我暗暗咬牙，回想起之前的判断，这女鬼是9取回肠，欲求不满，十有8九是个受虐狂。一咬牙，我对着她一声低喝，趴下。啪！一巴掌抽在她的后背上。女鬼一声嘤咛，回头看我时，眼睛水汪汪的，眼泪快要顺着脸颊滴下来了。我顿时乐，这货还真是个受虐狂。公子，不要打了。嘴上这么说，身体却很老实。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继续抽打着她的背，一连10几下后，女鬼一声低吟，眼泪彻底绷不住了。你且休息一下，我去外面照顾宾客。我整理衣衫，转身向外走。女鬼趴在床头，看着我背影，痴痴直笑，也不阻拦。反正在这里，以我的实力，肯定逃不出去。打开门，前院一群鬼物正大吃大喝，看到我，齐齐一愣，目光森然望过来。多谢诸位捧场，弄点小玩意儿给诸位品尝。我面色不变，笑呵呵，取出一把灵香搓燃，每桌香炉里插一把。诸位别客气。一群鬼物也顾不上了，身长小半炷香功夫，一个个东倒西歪，扑通扑通接连倒下。我扫了一眼香炉中燃烧殆尽的灵香石，23把灵香，外加一根混在里面的菩提香，2000多一品灵石，40天的利润就这么没了，但收获也不小。我抿着嘴偷笑，行走在院子里，把这一个个鬼物身上的储物袋全部收集起来。低级鬼族均价50，中级200，高级500。我一边捡一边算，忍不住眉开眼笑。这次赚大了。回到后院，看着趴在床上酣睡的女鬼，一脸可惜的直叹气。可惜她已经鬼兵境界，骨灰坛镇不住。一个鬼兵起码3000灵石起步，可惜了。我顺手拿走女鬼，放到一边的绣花荷包储物袋，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转身就往外走。适可而止，才能活得更久。太贪心会要命的。走出庄园，门口还有几个睡死在地上的鬼物，实力太低，懒得再收。点了一根清香，我迈开步子向狂奔。不多时，身后庄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方阴森古怪的墓穴。墓穴上一座丈高小牌坊，上书德妃冢3个大字。德妃，我微微一愣，将这念头抛之脑后，快步离开。走到阴怀鬼墓边缘，找了一块空地，将那2个客户安葬。完成这一切，我匆忙离开，绕到城南，来到一家偏僻的棺材店。黑老鬼，收货。后面走出来一个穿着寿衣、一脸阴郁的老头，浑身阴气缭绕，不像活人。他是专职贩卖鬼物的2道贩子，口碑不错。我把骨灰坛摆在桌上，黑老鬼把手搭在骨灰坛上，几息之后，那耷拉着的眼皮忽然抬起，目光战战地看着我，露出一丝阴森笑容。大生意啊！算价吧。低级鬼族163，中级32，高级9个，18010，再附送一个免费的忠告，如何？成交。爽快！忠告就是你以后可别再去阴怀鬼墓了，否则会死得很难看。我面色一黑，又取出1000灵石放到他手里。黑老鬼收起灵石，脸上的褶子都像变平了不少。老弟是讲究人，这些鬼物身上有特殊标记，那是多乐鬼王的下属。你一口气端了人家一个据点，在外面还好，但只要进了阴怀鬼墓……我干笑一声，拱手道谢，转身就走。总算明白德妃俩字是怎么来的了。那个欲求不满的女鬼是鬼王的女儿，端了鬼王女儿的鬼物，可比端了据点严重多了。也幸亏自己易容来做交易，顺着偏道赶回城西，烧掉衣服假发，去掉易容，我又恢复了杂货店老板的模样。开门营业，斜对面酒楼掌柜李刚坐在门口嘬茶。秦老板，今儿个开门挺早啊。李掌柜，昨个睡得早，出什么事了？跑三山那帮人，一夜之间被人杀了个精光，一个活口都没留。城北万永商号的人干的，三山帮不守规矩，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心里一个咯噔，三山帮的三帮主就是昨晚来找我解忧的那个傻大。城卫队呢？敢管个屁！万永商号的人还没走呢，无量道院又来了俩弟子，差点打起来。三山帮的地盘都被封了，尸体都没人收。我干笑一声，转身回铺子。那俩客户到底为了什么打得两败俱伤？若是一般东西，万永商号和无量道院至于这么心急火燎？娘嘞，怪不得傻大个昨个那么爽快，他们弄到好东西了。没客人，我索性去后院实验新开到的符箓初解。在实验符箓后，刚准备打坐恢复真元，杂货铺大门砰的一声炸成碎片，漫天碎片后面一只大脚慢慢落下，来人一身藏青色长衫，20多岁，腰带上绣着一个万字。你就是店主，以前收过尸？青年在鼻前扇了扇，满脸嫌弃，还真是收尸人。看你这样子，跟尸体也差不多了。丢下一句话，他转身往外走，后面两个小厮进来，满脸追傲。小子，走运了，这位是万永商号的裘管事，有活找你，310，走吧。话音一落，小厮已站在我边上，那样子，我要是说出一个不字，他就要强行架着我。说你呢，还愣着干什么？另一个小厮带着嗤笑，行了，这家伙灵力波动，顶多氧气2层，没见过310也正常。俩小厮一左一右抓着我肩膀向外拉，我没反抗，任由他们拉着走。门外还有7个人，都是城西干过收尸活的。我暗暗苦笑，万永商号压根没追查，直接蛮不讲理，把城西干过收尸活的人全挖出来了。还好我落在最后，面色苍白，灵力波动微弱，显得特别不显眼。
几个收尸人最强的氧气4层，没人理会我一下。队伍又多一人，氧气4层的麻子脸话还挺多。他凑到我身边，贼头贼脑压低声：“小哥，新来的吧？去年瘟疫时背了几天，后来不干了。”我随口忽悠：“我就知道这次可是大生意，万永商号出钱。知道为什么城北最繁华？因为有万永商号，势力比无量道院还大。”他压低声音：“三山帮那群混蛋吃了邪王胆，敢黑吃黑。前2天，无量道院的内门弟子想抢万永商号童大师的东西，偷鸡不成18米，童大师被暗算重伤，这才被三山帮捡便宜的。那我们去收什么尸？万永商号仁义，怕又闹瘟疫，去给那些混蛋收尸。到了好好干活，跟着我学，要是干得好，指不定能跟万永商号混。”我干笑一声，不搭话了。若只是收尸，肯给你几百1领，还一次找这么多收尸人，这事没那么简单。半个时辰后，到了三山帮大门口，入眼所见。大门破碎，门里一堆碎肉撒满青石板，里面血腥气冲天，怨气煞气凝而不散，上百人全死在里面。行了，进去收尸吧。小厮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一群人战战兢兢进去。我拿出工具收拾傻大个那一堆碎肉，他死得最惨，支离破碎，脑袋都成了2半。拿着袋子将尸体解进去，我一只手不着痕迹地伸进袋子里，发动了技能，一个微弱的白色光团落入手中。我没多想，随手拍在脑门上，脚步微微一顿，不是技能书，是3块地图碎片，异常清晰地印在脑海里。我脑海中闪过一丝灵感，万永商号和无量道院要的就是这个。跟着众人继续收尸，地位越高的人死得越惨，全死无全尸。麻子脸喊我帮忙拼尸体，我正好趁机施展技能，等到没人，我在尸体堆里发动技能，白色小光球一口气浮现12个，捏碎所有光球。脑海中那破碎的地图上自动补全，40多块碎片涌现，眨眼间一整块地图只剩下5个缺口，山川河流、建筑群标注的清清楚楚，精致的像缩小了印上去。那些建筑群比青陵城强得多，河流的痕迹像符箓的纹路，但看不出来是哪里，绝不是青陵城附近。1个时辰后，嘿，小子，你看这里的刺青像不像一座宫殿？麻子脸捧着一只小腿，若有所思。我眼神一凝，三山帮的混蛋把地图刺在自己身上了，怪不得我开出来的都是碎片。再看另一具尸体，后背上一条青龙刺青，下方龙爪抓着一座河流环绕的山峦，也是一块地图碎片。我心里一个咯噔，完了，被三山帮害死了。万永商号形势很辣，在场看过这些刺青的人，有命赚钱没命花。我找到东西了！麻子脸忽然嚎叫一声，门外小厮冲进来，他指着刺青噼里啪啦说了一堆。小厮眼睛瞬间亮了，冲了出去。麻子脸兴奋地拍着我肩膀：“小子，要是有用，之前说好给我的100灵石不用给了，算我赏你的。”我干笑一声，恨不得掐死他。本来还能想怎么全身而退，现在让他一搅和，不用想了。很快，球管事从外面进来，麻子脸谄媚地凑上去，3言2语说出发现。球管事眼中金光一闪，伸手拂过刺青，整个人微微颤抖，终于找到。他扫了一眼那些断肢残骸，露出一丝笑容：“做得不错，酬劳翻10倍。你们现在就给我拼这个东西，拼出1整副，再翻1倍。”麻子脸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20倍酬劳，上万灵石。不过呢，球管事嘴角带着冷笑：“你们我是信不过的。”他身上突然迸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势，猛地一震，压向众人。筑基后期的威压让所有人身体一颤，僵在原地。他随手一抛，10几条银蛇飞出，缠绕在众人脖子上，咔嚓一声，化为银环，死死套住。这东西叫蹊跷，只要感应到真元，就会砰的炸开，每天缩小1丝，1周就会被活活箍死。唯一配套的钥匙在我手里。看着一群吓得面色发白、身如筛糠的收尸人，他满意地点点头。只要你们完成任务，报酬再翻倍。万永商号不会亏待忠心办事的人。一群人吓得赶紧表忠心，哆哆嗦嗦的保证。更多人眼睛放光，恨不得立刻拼出地图。球管事满意离开，没人看守我们，似乎很放心。我摸了摸脖子上的蹊跷，暗暗苦笑。这些蠢货不会以为知道这个秘密后还能高高兴兴拿着钱活下去吧？今天晚上必须逃出去，不然就再也没机会了。入夜，三山帮大院，一群收尸人兴致勃勃地拼地图，拼到一半才暂时歇息。我在众人房间边缘选了间厢房住下，一支自制的安神香插在香炉上，放在房门前。香气燃烧后，袅袅青烟凝而不散，顺着墙壁扩散开，像给房间蒙上一层薄雾。等到周围鼾声四起，我关上门，掀起长袍，里子那面密密麻麻挂着几10个储物袋，取出4张秋蝉法符，分别贴在房间4壁上。微弱的力量波动浮动，外面的声音瞬间减弱大半。此刻在外面听，彻底听不到房间里的声音。确认没问题后，我拿出一套纤细的开锁工具，伸手摸着脖子上的蹊跷，闭上眼睛细细感受，拿起细针在银环上轻轻敲动，叮叮叮，听声辨结构，目测推演，找到钥匙孔所在。这银环叫蹊跷，核心是个变种蹊跷锁，需要同时找到7个关键点发力。照着镜子，拿着细针弯勺拨片铁丝，一点一点顺着钥匙孔塞进去，手指轻微摆动，不断调整方位。一盏茶时间后，我额头上细汗淋漓，身子却僵硬得像石头，屏住呼吸，手指再次轻轻一动，咔嚓，脖子上的银环从中裂开，像条银色死蛇挂在脖子上。取下蹊跷，我坐在那大口喘气，嘴角带着笑。没想到这次救命的竟是最看不上眼的开门撬锁技能。
接下来要用到另一个不入流的小技能，取出一具顺来的尸体，20来岁，身形跟我差不多。我点了3根香，插在尸体前方，深吸一口气，伸手在尸体关节、窍穴上不断揉捏连点，噼里啪啦一阵轻响，尸体全身骨节松动。我顺着脊椎向上一推，轻轻一拍尸体的脑门，霎时尸体嘴巴一张，一口黑灰色的死气、怨气吐了出来。原本僵硬的尸体变得柔软，铁青色皮肤也恢复了正常人的肤色。这是收尸人的小技巧，驱散尸体内死气，让尸体暂时失去尸变可能。现在是让这尸体装的跟我像一点，把七跷套在尸体脖子上，收尾对接，银环重新箍住脖子，给尸体换上我的衣服，再用易容技巧稍稍修饰。片刻后，若不是长相不一样，任谁看身体都分辨不出来。我满意地点点头。同一时间，三山帮斜对面宅院里，球管室跟一个面白无须的年轻人相对而坐。这样封锁消息没问题吗？年轻人端着茶杯，眉头微蹙。现在这样最好，外人会以为我们还是一无所获。那些泥腿子剥皮处理做得不错，拼起来的地图非常好。刺青地图能用吗？虽说比不上原图精细，但大致上没有偏差。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紫霄道君的作画之地，地图再详细也没多大用。最后终归要靠实力，希望不会出差错。我们得到的消息，当年紫霄道君远渡死海而来，手里不但握着一件顶级兵器，还握着紫霄道经。紫霄道经，球管室惊呼出声，这不是传说吗？没有失传，只是残缺大半而已。就算如此，也是我们这里从未有过的顶级功法。经典法诀4个大品阶，我等能见过的最高也不过法级上品。有生之年能不能一睹经级神功，就看这一次了。球管室压下震惊，眼神闪烁。我早做好准备了，等到明天地图拼好，那些收尸人甚至接触过这件事的小厮，通通都会永远闭嘴，消息不会泄露。三山帮里，秦阳所在的房间外，一个黑衣人贴着地面，无声无息滑到门前，手腕一抖，缠绕的丝带活物般顺着门缝钻进去，缠住门栓，一丝一丝慢慢拉开，整个过程无声无息。秦阳静静看着这一幕，顿时一愣，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刚才还琢磨怎么逃走，现在有小贼来搞出点乱子，难度直接从地狱暴跌到普通，真是千里送人头的大好人啊！秦阳看着门栓慢慢打开，轻轻感叹，眼看门就要打开，他撕下4面墙上的秋蝉符，塞进储物袋，犹豫一下，又拿出一个储物袋挂在那具替身腰上，里面放了些工具和零食。做完这些，他坐在黑暗里，静静看着大门打开，嘎吱，门开了一条缝隙，黑影顺着地面滑进来，大门眨眼关上，黑影立起来，突然看到秦阳坐在角落，睁着眼，似笑非笑看着他，两人一站一坐，大眼瞪小眼，好半晌，黑衣人用嘶哑的烟嗓低声开口：“大水冲了龙王庙，不知道有同道在这里。这次是我坏了规矩，先给阁下道歉，请阁下给个传信的码头，日后免费送一条传信赔礼。”他抬手做了个手势，后退一步，这是当贼的行话。秦阳在城西混了1年，怎么可能不明白？眼看黑衣人就要走到门口，秦阳忽然一声轻笑，脑子转得挺快啊。黑衣人脚步一顿，我走你留，这是意外。阁下若是不满意，改日送2条传信。秦阳站起身，身上突然涌出一阵真元波动，替身脖子上的七跷感应到波动，开始缓缓转动。别冲动，这对大家都没好处。黑衣人声音发颤，闻到安神香的味道了吗？黑衣人一愣，门外有安神香，里面也有，2种配方略有不同，同时吸过2种，效果会暴涨10倍。秦阳淡淡说道，比你这3绺米香强多了。黑衣人暗暗一惊，果然感觉到脑袋昏沉，身上疲惫，完了，阴沟里翻船了。兄弟，我服了。他拿出拼好的人皮地图，咱们都是为了地图，先离开这，后面再说别的。秦阳点头，嘴角露出灿烂笑意。拿到地图了，那太好了，打开门出去。黑衣人先走，秦阳跟在后面。临出门时，黑衣人脚步一顿，兄弟，能先给我解药吗？地图给你一半。行。秦阳丢给他一颗黑色药丸，黑衣人丢来半副人皮地图。秦阳跨出门的瞬间，黑衣人手腕丝带瞬间飞出缠绕而来。秦阳呲牙一笑，手腕一翻，5张燃烧法符，5张火球法符同时飞出，人头大的火球炸开，直接炸碎墙壁；燃烧法符化为滔天火焰，点燃周围一切。房间内感应到剧烈波动的七跷飞速旋转，砰的一声炸开，将替身炸成碎片。你大爷！黑衣人又惊又怒，这次声音不是嘶哑阴嗓，而是带着点尖锐。眼看丝带就要缠上自己，秦阳一声大喝：“地图给你！”伸手一甩，将那半副人皮地图甩向燃烧的火焰，另一只手在自己身上连拍风行符、秋蝉符，身形急退。黑衣人气得跳脚，却舍不得地图毁掉。飞出去的丝带半空转向，将地图捞回来。就这么一眨眼，早已没了秦阳踪影。三山帮外面一声怒喝传来，球管室脚踏飞剑急速飞来。黑衣人抬头一看，一口银牙快咬碎了。球管室筑基后期，身上好几件法器武装到牙齿，同时爆炸声响起，火焰燃烧。沉睡的收尸人一个个冲出来，地图不见了！一声尖叫从人群中传出，尚在半空的球管室听到这话，当场脸都绿了。小贼，找死！一道剑光划破夜空，瞬息抵达后院，直奔黑衣人面门。
黑衣人吓得肝胆欲裂，一个驴打滚滚到一旁，青色剑光贯穿而过。后方绵延数十丈的房屋墙壁，统统像被巨大利刃斩成两半。你大爷的！老子跟你没完！黑衣人怒骂一声，转身就逃。收尸人怒火地冲上，乱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更别说他们小命还握在别人手里。黑衣人手臂一抖，像抹了油一样从人群中滑出，身形一晃，落地后腰身一抖就冲了出去。冲出人群，他拿出那半幅地图，眼里满是心疼。猛一咬牙，真元一吐，震碎成10几块，向四面八方抛去，好几块直奔火海。这是现学现卖，学着秦阳的做法。飞来的球管事大惊失色，顾不上追他，连忙伸手虚抓，真元喷涌抓捕，就要没入火海的碎片。黑衣人冲出去，余光一扫，心里一咯噔。球管事实力太强，收拢碎片太快，他没时间逃走，再次一咬牙，忍着心脏滴血，将剩下碎片揉成一团，向四面八方抛去。做完这一切，他头也不回，钻进复杂巷道，消失不见。片刻后，球管事面色铁青，收拢完碎片，匆匆拼了一下，确认没少，才松口气。查清楚了吗？小厮凑过来，查清楚了，那小贼4更天潜入，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他运气不好，碰到那个新人，新人睡不着，发现他，可惜被蹊跷炸死了。球管事阴着脸摆摆手，去把这些收尸人全处理，趁着起火把整个宅子烧了。小厮应声退下。不一会，宅子里一连10几声爆炸，火海蔓延，很快将整个宅子吞噬。城南一个小宅院里，黑衣人从枯井钻出，拉下黑布，摇身一晃，身形膨胀一圈，变成个白白净净的小胖子。他拧着眉毛，喘着粗气，气得浑身发抖。阴沟里翻船，阴沟里翻船啊！小子，你胖爷记住你了，此萧道君的坐化之地啊！天大的机缘就这么没了！小胖子气得浑身肥肉乱颤。城西和城南交界处，秦阳已来到另一个两进小院，换了衣裳，捏了捏双颊鼻梁，浑身骨骼一阵乱响，身高变了，样貌变了，加上易容，成了个憨厚年轻人。点了灯，推门出去，隔壁大叔探头打招呼：“王小哥，你也醒了？”李大叔，这是哪儿起火了？看样子是三山帮那边造孽的家伙，死了都不安生。秦阳笑呵呵转身回去，关了门，躺在床上。这小院之前的主人姓王，去年瘟疫死，我将他入土为安，学了易容缩骨后，就添了这个新马甲。狡兔3窟，没想到不到1年就用上。第二天清早，万永商号护卫队从城北杀到城西。球管事满脸阴沉，站在大街上，鹰隼般的眼睛扫来扫去，看谁都像贼。地图碎片是找齐了，但拼起来后发现边缘有些对不上，缺少的部分很小，但谁知道那裂缝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关键？出了纰漏，必须找人背黑锅。万永商号派了护卫队，还在城西大把撒钱雇佣本地地头蛇，专找可疑的人。对外就说有贼偷了万永商号的新货，一时满城风雨。不过这跟秦阳没什么关系。大清早地头蛇敲门，认出王小哥是这里从小长大的老实孩子，就没多关注。秦阳乐呵呵送走混子，跟着出来看热闹。晃着晃着到了城南，城西杂货铺的马甲近期没法用。想到脑海中那幅地图，秦阳心里像猫抓一样痒痒。更重要的，差点被人干掉。要是不想法报复回去，心态绝对要炸，正面硬刚不可。最好办法是混进地图标记的地方，端了宝藏，让那些家伙费尽心机之后屁都得不到，气得走火入魔。好吧，这也就想想，现在不过氧气6层，之前穷的连氧气丹都舍不得吃，真去了也是送人头。秦阳摇头晃脑叹气，摸了摸腰包，心里多了点底气。先去城南买丹药提升修为，买法器武装自己。一路赶到城南，找到记忆里收黑货的小店。地方偏僻，整条街没一个活人。踏进门，里面一个半死不活的青年抬眼瞥了一眼，收货吗？卖什么？小年轻耷拉着眼皮。秦阳呵呵一笑，把之前没处理掉的储物袋一口气全拍在桌子上，128个，能吃得下吗？小年轻瞬间挺直腰板，瞪大眼睛看着秦阳，100多个储物袋啊！青灵城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个丧心病狂的神偷？低级储物袋，成色还行，给你400一个，总共51200，算你52000。没问题。小年轻动作很快，仔细收起所有储物袋，递过来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切割成指甲盖大小的3品零食，颜色比1品零食浓得多。收起布包，秦阳转身向外走，刚出来就见一个看起来很面善的小胖子迈步进来。秦阳瞥了一眼，小胖子对着店主做了个古胯手势，昨天晚上才见过的手势，自报家门用的。秦阳眯了眯眼睛，这家伙跟昨晚那个瘦小毛贼完全不是一款的，怎么会这个手势？这首饰的主人早他妈死了，还是自己埋的？那本开门撬锁的技能书就是从这首饰的主人身上开出来的。一连遇到俩冒充的，总不至于是巧合吧？秦阳心里暗暗惦记上这个小胖子，迈步离开。走远了之后，小胖子也望着秦阳的背影，眼神闪烁。这家伙易容了，走路姿势和背影看起来眼熟的很。这家伙什么来头？小胖子扫了一眼，收回目光。不知道，外面新来的，手里货不少。店主没细说。他刚才卖了什么？小胖子递过来5颗3品零食。你知道规矩，这事儿不能乱说。店主不着痕迹收了零食。我知道，是我唐突了。小胖子又递过来5颗。128个低级储物袋。店主低声念道。小胖子眼皮一跳，这货是洗劫了多少人？片刻后，小胖子走出来，顺着秦阳离开的方向跟上去。走到街角，余光一扫，在墙角垃圾里捡到一个小布包，里面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小胖子面色一变。小胖子，我师弟的身份好用吗？纸条上一行字，字迹普普通通，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都能写成这样，半点特色没有。后面还画了个笑。小胖子拿着纸条，手臂发抖，脸都快绿了。高人啊，这次碰上真正行家了。这布包他认识，就是那收黑货小店里的，没特色到丢路边都没人注意。是了，肯定是之前那个易容的家伙。我说为什么感觉他眼熟？原来他一直在跟踪我，今天特意来见我，还抢在我前面，让我猜不到他在跟踪我。一般人怎么可能一口气卖128个储物袋？这就是那个死鬼小偷的师兄，就是他。小胖子想到这里，整个人都不好。他站在巷子口，面色忽青忽白，变换片刻后一咬牙，死就死了。这位既然肯主动现身，必然是要引我过去，那就有谈的余地。他深吸一口气，大步走出去，追踪秦阳留下的痕迹。半个时辰后，追踪到秦阳的身影，他竟走进了万永商号分店。小胖子不由一愣，蹲在外面偷窥半晌，不由生出高山仰止的感觉。这才是当贼的至高境界，半点遮掩没有。去的是青陵城花销最大的万永商号，花起钱来眼睛都不眨，连掌柜都被惊动，派人来一对一指引。当贼当到这种境界，就算万永商号现在被人偷了，也绝对不会怀疑到他身上。正想着，秦阳从分店出来，面沉似水，顺着大路走下去。小胖子眼神闪烁，他面色平静的向这边扫了一眼，十有八九被发现了。事实上，秦阳真没发现他面色平静，是因为心里在滴血。300多花出去，前后赚了不到600，一次花掉一半，能不心疼吗？来万永商号也是被逼无奈，别的地方丹药品质参差不齐，法器品种少，价格高，质量还没保障，实在没辙了，只能来万永商号买。5瓶黄牙丹，一堆制作法符的最好材料就这么没了。绕了一圈，回到小院，正准备好好制作符篆，门外传来敲门声。打开门，竟是那个面善的小胖子。大哥，我错了，我不该用你师弟的名号，你饶了我吧。我对师门向往已久，可找不到山门所在，实在是一时糊涂。小胖子上来一顿抢白，秦阳都懵了。转念一想，之前埋的那个神偷背后还真有师门，进来再说。秦阳不动声色，面无表情，心里却忽然有了主意。带小胖子来到侧面一间房，房门上挂着一把大锁。秦阳伸手在锁上拂过，轻轻一抓，锁自己打开了，随手丢到一边，迈步进去。跟在后面的小胖子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一直听说师门规矩，所有的锁都没有钥匙，果然是真的。师兄这手应该是传说中的白驹手吧？厉害啊！秦阳面不改色，打开火炕下面的进火口，摇身一晃，身形暴跌一半，顺着那1尺宽的洞口钻进去。小胖子眼睛一亮，跟着钻进去。下面是个跟上面院子差不多大的地下空间，应有尽有。出口只有那1尺宽。大哥，我叫张正义。小胖子张口自我介绍，秦阳伸手拦住他，自顾自坐在椅子上，端着茶杯，淡淡看着他。先说说吧，昨天晚上三山帮那人是你吧？地图的事你知道多少？秦阳很随意的坐在那儿抿着茶，问话也很随意。可张正义却愈发觉得秦阳深不可测，连这件事都知道，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对方已经盯着自己很久了，自己却半点察觉都没有，心里最后一点侥幸也湮灭了。他老老实实坐在那，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师兄，紫霄道君作画之地的事，我也是偶然才知道的。谁想到地图会被三山帮毁了？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会少了。无量道院必然会派高手来的。这些我都知道。三山帮的人把地图撕碎了，刺在身上，人皮地图还有。秦阳语气里带着一点嫌弃。你难道就知道这么一点？张正义顿时有点急了，这消息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怎么可能就这么点？我还知道那里除了紫霄道君的成名宝器多宝天轮之外，很有可能还有紫霄道经的部分传承，这可是最顶级的神功。别人不知道，我却知道。紫霄道君自号紫霄，就是因为这半部紫霄道经。秦阳不动声色，心里却波涛汹涌。之前留下纸条纯粹是随意而为，压根没想到后面这么多，只是觉得这小胖子可能跟昨晚那毛贼有关系。没想到这小胖子就是昨晚那个瘦小毛贼，这家伙不知道的老虎，竟然被吓成这样。之前埋的那个神偷身后的势力很大吗？还真有师门。而紫霄道君，道君俩字是对某些大能的尊称，紫霄是封号，道君是尊称。以前在城里听人吹牛打屁时，听过一个故事：青陵城北万里外有条绵延千里的裂缝，叫一刀峡，是几千年前2位道君交战，其中一位一刀劈出来的，那还只是交战余波造成的。这位紫霄道君身负品阶最高的道经，实力比那2位只高不低。青陵城附近的巨无霸无量道院，最强的距离封号道君也差着10万8千里。秦阳听得内心火热，作画之地意味着那位紫霄道君已经死了，他的手都有些按捺不住，想去摸摸那位道君的尸首。摸尸技能虽说不太靠谱，但只要是有才能的，10有8九能摸出来生前最得意的部分。紫霄道君最得意的必然就是紫霄道经。秦阳坐在那，眼神闪烁不定。师兄，小胖子一脸担忧。秦阳回过神，扫了张正义一眼，露出和蔼笑容。张正义啊，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干一票？师兄，你别开玩笑了，我们一没有地图，二不知道紫霄道君的作画之地在哪儿。再说有万永商号和无量道院一起出手，我们这实力，浑水摸鱼都不可能的。实话告诉你吧。秦阳稍稍一想，下定了决心，一个人浑水摸鱼肯定不行。这小胖子实力不高，不到筑基，但昨天见到了，油滑得很。加上他那门改变身形样貌的功法，
作用就很大了。地图我有，只是不知道万永商号和无量道院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会通知师门长辈，他们不一定能赶得及。到时候实在没办法，我就只能找个人一起。师兄，愿为师门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张正义眼神一动，立刻表忠心。别逗了，师门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凭什么带着你这个外人一起？你对师门有什么贡献吗？秦阳扑哧笑出声，张正义有些尴尬，干笑一声。这个我知道，师门规矩比较奇特，不可能有白拿好处的事。不过我现在给贡献，应该还来得及吧？小胖子说着，从储物袋里拿出好几本毛书，还有3块玉简，最后一咬牙，把手臂上缠的黑丝带都拿了下来。师兄，这些你先拿去，别客气。秦阳看着那黑丝带，有些眼馋。这东西品阶不高，只是法器，却非常好用。但拿走了后面就不好忽悠小胖子了。拿起那些书籍扫了几眼，功法秘术品阶不高，还有一本眼熟的缩骨术，3块玉简，千丝独手秘术、藏空术，还有小胖子那毫无破绽的易容法门异形术。这门异形术品阶挺高，是脱胎妖族的功法。可比易容高端多了。好吧，这2门秘术我收下了，你先去打探消息吧。秦阳收下藏空术和异形术，看着小胖子咧着嘴傻笑的样子，心中一动。师门规矩总不能白拿，这块是地图的一部分，让你先看看。说着，秦阳拿出一张纸，当着小胖子的面画出一座2条河流环绕的山峦图案。小胖子一看，心中大定，果然是之前见过的人皮地图的一部分，哪怕细节记不住，现在看到也能认出来。师兄你放心，我现在就去打探消息。张正义被忽悠的找不到北，真信了秦阳胡诌出来的事。出来之后一溜烟离开，跟打了鸡血一样去搜集情报。秦阳摸着下巴，自己也纳闷，这小胖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该不会是套路自己吧？思来想去，就算被套路，现阶段来说对他也有好处。小胖子绝对不知道自己有更详细完整的地图。得到紫霄道君和紫霄道金的消息，就值回票价了。跟小胖子合作，浑水摸鱼也不是不能接受。窝在王小哥的宅子里，秦阳闭门不出，每天服用黄牙丹提升修为，10天时间。自己也终于进阶到氧气9层，下一步就该铸就道基了。筑基无悔，选择什么功法筑基，就相当于选择了后面的方向。就算后期换功法，若不契合，修炼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严重了还会走火入魔。更重要的，铸就道基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前路能走多远，跟筑基功法有直接关系。以前不知道还好，现在知道有一门道经的存在，若是不拼一下，以后绝对会把肠子毁烂。修为暂时没法提升，秦阳就继续研究符篆。还没来得及实验威能，门外传来敲门声。张正义这个小胖子终于回来了。师兄，终于被我偷听到了。小胖子很兴奋，回来就忙不迭报喜。什么偷听？是搜集。秦阳呵斥一声，搜集到什么消息了？师兄说的对。小胖子竖起大拇指，眉飞色舞。我打听到紫霄道君的作画之地究竟在哪里了？说说。就在青林城西的阴怀鬼墓深处。阴怀鬼墓？秦阳的声调突然拔高。是啊，思来想去，也就是只有这里了。之前我还纳闷，青林城附近似乎没有地图里的那座山，原来是在那里面。之前就听说阴怀鬼墓的形成很是奇特，除了正面进入，从其他地方进入，进去之后就不是阴怀鬼墓，原来是因为紫霄道君作画在那里的原因。呵呵，秦阳笑得很勉强。这几天，万永商号和无量道院的人已经试探性进去过，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招惹到里面鬼物。据说无量道院来的一个真传弟子，实力有3元期，进入阴怀鬼墓没多久就重伤逃了出来，是多乐鬼王的大将出手。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跟多乐鬼王起冲突了？谁知道呢？不过我偷听到一些，据说是多乐鬼王跟无量道院有协议，无量道院的高手不能随便踏入阴怀鬼墓，小弟子倒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据说多乐鬼王的女儿被人抛弃了，多乐鬼王正被女儿缠得火大，他们正好赶上了。你说清楚点。师兄你别急，我听说的就是现在好像达成协议，要是他们找到抛弃鬼王女儿的人，鬼王就放人过去，不然的话，超过筑基的修士进去一个捏死一个。不过要我说，就算鬼王不出手，筑基修士想要横穿到阴怀鬼墓深处，那也是够呛。鬼王女儿叫什么？知道吗？秦阳的脸色越来越僵硬，试探性问了一句：“叫什么？我怎么知道？不过听说称号叫德妃。德妃不应该是鬼王妃子吗？”秦阳的脸都有些发绿了。什么妃子？妃是一种称号，类似官职，代表着身份尊贵。师兄，你说我们要是去找到那个负心汉，给多乐鬼王送过去，那我们岂不是？咦，师兄，你怎么了？你脸色看起来好难看。听到这，秦阳再也没法保持淡定。万万没想到，妃在这个世界竟然不是妃子的意思，逗我呢吧？紫霄道君的作画之地在阴怀鬼墓，那还怎么去？德妃那小娘皮是多乐鬼王的女儿，而且还受虐上瘾了，这下事情大条了。她要真是多乐鬼王的姘头，还好了，单独住在那肯定是不太受重视，鬼王未必会为此大动干戈。万万没想到，现在成了鬼王女儿，
自己要是真送上门，多乐鬼王绝对不介意以大欺小，给宝贝女儿出气。师兄，小胖子一脸疑惑，师兄，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只是忽然想到一个主意，还没想好怎么做。对了，你说的那个负心汉有什么线索没有？师兄，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了？小胖子脸上的疑惑更深。我想到的主意就落在这个人身上了。你先说说你打听到的消息。这个负心汉啊，没什么消息，就是听说应该在青林城里，年纪应该不大，可能就是个实力不怎么样的小白脸，这可不好找。谁说我们要找到真人了？我们就是想先混进去。秦阳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小胖子顿时悟了，一脸敬仰的看着秦阳。师兄，你胆子可真大，这要是让多乐鬼王知道了，我们怕是会死得很难看的。你舍得放弃？不舍得。小胖子很实诚。那不得了。小胖子连连点头，眼珠直转，忽然开口问道：对了，师兄，我还不知道你名号呢。我姓秦，名有德。秦阳随口回了一句，微微眯了眯眼，拍了拍小胖子肩膀。师弟啊，就劳烦你多去搜集搜集消息，等到万永商号和无量道院的人动手之后，我们再想法设法跟着混进去。好嘞。小胖子转身离开，走出小院大门，回头一看，心里暗暗嘀咕：秦有德，这便宜师兄不会猜到我的名字也是假名了吧？这师门里出来的，果然有2把刷子，坑蒙拐骗，张口就来啊，厉害了！小胖子走后，秦阳拿出2本书，藏空术和异形术。出乎意料，更难的异形术反而上手更快，难度稍低的藏空术却一直不得要领，仅仅刚入门。思来想去，可能因为缩骨术早就练到炉火纯青，异形术才容易练成。运转缩骨术改变身形，再用异形术微调，不稍片刻，秦阳就像彻底换了个人。加上自制的粉底改变肤色，换身衣服之后，彻底换了一个人。照着镜子打量片刻，秦阳露出一丝笑容，自己都看不出来破绽。异形术的品阶比自己预想的还要高，小胖子10有8九不是很清楚，不然也不会这么爽快，交出来改头换面完成。秦阳悄悄离开宅子，直奔城西城门。走到一半，余光一扫，脚步微微一顿，扭头望去，小胖子站在万永商号据点的门口，不知跟对方说了什么，被里面走出来的小厮请了进去。这小厮之前见过，是裘管事的心腹。秦阳心念一转，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这位名叫张正义的便宜师弟，果然不是什么好人啊！他要么早就看穿自己不是什么师门师兄，要么就是真认定自己是师门里出来的师兄，却还是毫不留手的坑人。听他说就知道，那个什么师门10有8九不是正经门派。既然要浑水摸鱼混进去，帮德妃找负心汉，是真是假都无所谓，坑别人哪有坑自己师兄顺手？更别说这还是师兄自己出的主意。秦阳没急着走，就在斜对面茶楼上坐着。不多时，小胖子被小厮送出来，态度明显好了很多。小胖子出来之后，7拐8拐钻进胡同，那是去找自己的。小胖子走后没一会，裘管事从里面走出来，身旁还跟着一个筑基高手。那人拿出罗盘，稍稍一看，追着小胖子的方向不紧不慢跟过去。秦阳端起茶杯喝干最后一口茶，随手放下一颗零食，慢条斯理走出茶楼，向城外走去。走出城，回头一望，嘴角带着一丝淡笑。小胖子到底还是嫩了点，最终目的就是混进去，穿过多乐鬼王的势力范围，进到深处就够了。可惜你没地图，只能去找万永商号跟着混，我这边却不用，现在只能委屈你了，小师弟啊，你师兄终归还是你师兄。秦阳踱着步子，不紧不慢走出城。乱葬岗附近多了不少人，万永商号和无量道院的人都出现了，还跟多乐鬼王干了一架。秦阳没理会这些人，大步穿过乱葬岗，走过阴森密林，周围薄雾升腾，阴气突然变强，已进入阴怀鬼墓的范围。眼前一花，身前多了数十个鬼物，分散在周围荒坟头上，阴森眼睛死死盯着秦阳。去，找个说话管用的来。我已经找到鬼王要找的那个人了。周围数十个鬼物，秦阳也不以为意。这次跟上次不一样，现在只用符转砸，也能砸死这几十个鬼族。小胖子游走在城内，速度不快不慢，却油滑无比。拐了几条街，就不见踪影。裘管事带着2个筑基高手亲自跟踪过来之后，只发现一件小胖子衣服。裘管事脸色有些难看，盯着衣服看了几眼后，忽然笑了起来。不错，果真有几分真本事。一个养气的小家伙，竟然能摆脱我们，看来他说的有几分可信。有本事不要脸，肯出卖自己师兄，这小家伙前途不可限量啊！旁边拖着罗盘的中年人收起罗盘，点点头。不错，这小胖子足够谨慎，能摆脱我的追踪，想必他师兄也不是简单角色，难怪能让多乐鬼王最疼爱的女儿迷恋。现在就看他了。不过，裘管事，你真的带着小胖子一起吗？带着就带着吧，他再油滑也不过养气而已。那位的作化之地，便是我等稍有不慎，也不过是蝼蚁。只恨现在消息没法隐藏，我们不得不兵行险招。若是能再等1个月，商号内的前辈高人抵达，多乐鬼王也无法阻止我们。想起这个裘管事，恨得牙痒痒。若非那天的小贼，他们也不会被逼着赶鸭子上架。莫要动气，紫霄道君那是何等人物！5000年前威震一时，若非后来忽然失踪，现在就算是商会背后的大人，连仰视的资格都没有。派再多高手，对于道君来说也不过是蝼蚁，现在也不一定是坏事。
那中年人面色如常，倒是豁达。另一边，小胖子甩掉两人，再次来到小院，敲门没反应，潜入进去，见到桌子上留着一张纸条。张师弟，我找到重要线索，去追踪那人了。明日阴怀鬼墓之外见。小胖子拿着纸条，面色变幻，好半晌，一跺脚，一咬牙，转身离开。阴怀鬼墓入口，秦阳被数十个鬼族围着。不多时，一个浑身鬼气四溢、鬼躯凝聚如实体、面上带煞的鬼兵迈步进来。你知道德妃要找的人是谁？这鬼兵气势凶悍，身上煞气浓重。这厉鬼起码相当于筑基后期。没错，就是我师弟张正义。我知道他之前来过阴怀鬼墓，而且回去之后，他偷偷卖出去上百鬼族。秦阳忍着呼吸火辣的感觉，面色如常回答：他在哪儿？听到这话，那本来就浓厚的煞气顿时暴涨，化作漆黑狼烟直冲天际。秦阳被直接掀飞出去。多乐鬼王，难道平日里就是这么教你们办事的？猝不防被掀飞，秦阳不由火大，伸手一翻，一个尺长卷轴出现在手中，卷轴上点点灵光浮动，灵气涌现，周围浓郁阴气被无形力量卷动，化作狂风呼啸，一种极其危险的气息忽然出现。那獠牙鬼兵脚步一顿，扫了一眼秦阳手中卷轴，脸色慢慢恢复正常。你来送消息，我们自然会按规矩来。你想要什么？简单，我只想知道万永商号和无量道院的人为什么忽然之间对阴怀鬼墓感兴趣了。獠牙鬼兵漆黑眼睛死死盯着秦阳，好半晌之后缓缓出声：只要你给我们想要的答案，我们就给你想要的答案。我师弟张正义现在就在青林城里跟万永商号的人在一起，不出意外他们明天就会来这里。他身上有法器，隐藏身形样貌，到时候你只需要找一个看起来很面善的小胖子就行了，那就是我师弟张正义。既然他能有幸得到德妃青睐，我这个做师兄的自然不能让他做负心汉，说不定我们以后还能成姻亲。秦阳满嘴胡扯，说的义正辞严。獠牙鬼兵听到这，差不多就信了，里面诸多细节不是正主肯定不会知道。再看秦阳，不由心生鄙夷，又是一个攀权富贵之辈，为了抱鬼王大腿，连自己师弟都可以出卖。那些修士之所以要进入阴怀鬼墓，不过是为了进神处而已。交易完成了，你先去休息吧。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明天还要验证。獠牙鬼兵不愿再多说，心里已信了9成，也不怀疑秦阳动机。毕竟多乐鬼王是阴怀鬼墓霸主，想攀附的人多了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娶了鬼王女儿，自己不行，让师弟娶也一样。秦阳被几个鬼族带下去，一路顺着小道往前走，越是往前走，鬼物越多。荒山野岭里，荒坟林立，前方2座山头密密麻麻，至少上千鬼物的土坟。二位小哥，这是要带我去哪儿？自然是鬼王府邸。旁边鬼族直接告诉他答案，看着他的时候满眼嘲笑。秦阳眯了眯眼，没说话，老老实实跟着走，心里却差点笑出声。鬼王府邸那是在阴怀鬼墓内部了，自己要是孤身潜入，概率低得可怕。走了小半个时辰，前方山峦合围中央，一片漆黑建筑群骤然出现。所有建筑通体一色，森然肃穆。秦阳目光远眺，顺着建筑群向后方望去，2座山峦加在一起，化作一线天，中间湍流不息，河水化作一道白线从天而落。这里就是地图上标记的入口所在。终于找到跟地图有关联的地方，秦阳心里却没生出多少欢喜。打眼一扫，里面岗哨林立，四方还有4尊身高10丈、5大3粗、浑身鬼气冲天的巨鬼屹立。巨鬼眼睛像2盏巨大灯笼，照耀四方，不断巡视。秦阳看得心中一凉，忽然觉得自己火中取栗、浑水摸鱼的计划似乎出了点纰漏，忘了自己的实力，不过养气而已。愣什么呢？赶紧走！后方送他来的鬼族眼中带着不屑，很满意秦阳那一脸震惊的表情。秦阳不言不语跟着走，回头望了一眼，心里暗暗嘀咕：我的便宜师弟，你可千万给点力，朝死里坑我吧，别客气。随鬼族押送，一路进入鬼城偏角，一座和其他建筑没什么区别的石屋，四方看不到大门，只有一层黑雾笼罩。被带到这，黑雾裂开一道口子，里面一个穿着礼服的鬼族走出来。这个是来卖消息的。小丽脸上闪过一丝恍然，上下打量秦阳，没多说话，带他向黑雾走去。走到跟前，小丽催动令牌，黑雾裂开一道口子。进来后，小丽见秦阳望着他令牌，顿时冷笑：这黑雾噬魂腐骨，内有细不可见的毒虫无数，只有令牌和秘法结合才能逼退。进入这黑牢，想逃出去根本不可能。就算逃出这里，在外面反而会死得更快。秦阳自然知道，若是现在孤身出现在鬼城内，绝对死得凄惨。进入黑牢，秦阳脸色有些不好看。黑牢里地方颇大，不见栅栏支柱，每一个单独牢房都被薄薄黑雾分离。牢房大部分空着，有囚犯的牢房里竟然大半是活人修士。哼，好好在这待着吧，这些都是来卖消息的。狱卒笑容诡异，将秦阳送进一个牢房。秦阳总算明白为什么之前交接那么简短，原来之前就有胆大包天的混蛋来卖假消息。忽然一声惨叫响彻黑牢，秦阳举目望去，一个牢房里的修士，一只手冲出了薄薄黑雾，那只手以肉眼可见速度化为白骨，薄薄黑雾笼罩其上，白骨飞速崩碎消散。那修士缩回手，伤口上薄雾飞速向上涌，1、2个呼吸，小半截手臂消失。修士一咬牙，取出长刀，对肩一斩，手臂齐肩而断，断臂落地后消散更快。2、3息消失得无影无踪。远处刚走到门口的狱卒回头一看，嗤笑一声，转头离开。
牢房里一群人噤若寒蝉。秦阳站在牢房里，看着四面黑色薄雾化作的墙壁，心脏狂跳。这哪里是噬魂腐骨，是直接吃得干干净净。难怪牢房里一个狱卒都没有，被关进来的人也不搜身不胜所料。有这些黑雾在，哪需要费那么多事？没有预料中的监牢，自然没有门锁，想逃出去，只能另想他法。秦阳摸了摸腰包，暗暗嘀咕，希望自己听说过的东西都是真的。一天时间过去，第二天正午，烈阳正盛时，万永商号一群人浩浩荡荡冲进乱葬岗，直奔阴怀鬼墓。数十个修士冲进去，跟门口镇守的鬼物对峙。小胖子，你师兄在哪？裘管事阴着脸，眼中戾气升腾，死死盯着张正义。可能是有事耽搁了时辰吧。小胖子鬓角冷汗滴落，心里隐隐有种很不妙的感觉。那位便宜师兄不会知道自己坑他吧？就在这时，鬼群让开一条路，那獠牙鬼兵迈步行来。虎目一扫，看到跟在裘管事身后的小胖子时，定睛细看，你就是张正义啊！小胖子应了一声，心里更犯嘀咕，这货怎么知道自己？还有这眼神是什么意思？不等他反应，獠牙鬼兵对裘管事拱了拱手。裘管事果然说话算话，既然你们已带来小姐要的人，鬼王大人自然一诺千金。待我带此人去与小姐确认之后，便会给你们回复。裘管事微微一愣，扫了一眼忐忑不安、一副就要逃走架势的张正义，心里怒火升腾。原来就是这个家伙，他就是那个负心汉，难怪知道这么多，还主动上门，贼喊捉贼。这里面有误会。张正义后退一步，嘴里犯苦，稍稍回想，哪里还不明白？那位便宜师兄反过来把他坑了。裘管事哪会跟小胖子多说？伸手一抓，拎着小胖子脖颈，真元一震，小胖子软了下来。现在是不是小胖子意义已不大，反正对面点名要的就是小胖子。裘管事不容分说，将他丢给对面獠牙鬼兵。对方带小胖子离开后，裘管事才阴着脸对身旁中年人道：“无量道院的人还没到吗？应该快了。按计划，今日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下去。纵然多月鬼王阻拦，无量道院今日也会派出高手前来牵制，直接翻脸也在所不惜。”小胖子被鬼兵拎在手里，脚下黑风骤起，拖着他冲天而去。不稍片刻，飞到鬼城所在。鬼兵没落地，单手拎着小胖子在半空中晃了一下。小胖子吓得面色煞白，浑身直哆嗦。不远处阁楼上，一个婀娜多姿、面上含羞带煞的女鬼举目一扫，俏脸上顿时满是失望，转身回了阁楼。獠牙鬼兵脸色难看，拎着小胖子落到鬼城，随手丢在那被黑色薄雾笼罩的黑牢前。关进去！獠牙鬼兵飞走，被雾里出来一个狱卒，评头论足打量小胖子。这不怕死的人可真多，真把我们鬼王大人当开善堂的了，谁都敢来坑蒙拐骗，简直找死！身体都不能控制的小胖子，毫无意外被丢进黑牢。等到黑牢再次陷入平静，小胖子趴在地上，呲牙咧嘴嘀咕咒骂。耳边却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张师弟，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待身体稍稍恢复控制，小胖子艰难转过头，看到隔壁牢房的人，眼睛瞪得老大。原来是秦师兄，你也在啊！然后就是死一般的沉默，两人似乎都觉得在这里见面是有些尴尬。等到小胖子彻底恢复对身体的控制，走到监牢边缘，一屁股坐在地上，脸上带着一丝敬仰，对秦阳双手抱拳：“秦师兄，姜果然还是老的辣，没想到早被你看穿了，反而反过来坑我一把，厉害厉害！”张师弟过奖了。承让承让，秦阳也是一抱拳，乐呵呵还礼。秦师兄，你这先手一步，怎么也被抓到这里了？我说我故意的，你信不信？呵呵。张正义干笑一声，一脸老子信你才有鬼的表情。秦师兄，你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好吧，你不信就算了。万永商号的人来了吧？无量道院的人也来了吗？万永商号的人的确来了，裘管事带队，据说还有高手在后面压阵。无量道院嘛，人还没到，据说是因为那位天才被打伤，有跌落境界的危险，他们有点火大。这次可能会有一位长老亲自来对付多乐鬼王。张正义倒没隐瞒，说完之后，忽然心念一动，随口问了一句：“秦师兄，你都已经在这儿了，问这个干什么？等着他们打起来，好趁乱逃出去呗。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故意被抓进来？”呵呵，秦师兄，你又开玩笑，不说就算了。张正义撇了撇嘴，没了交谈兴致。不信拉倒。秦阳看着张正义的样子，忍不住一乐，编瞎话太费口，直接说真话，他反而不信。看着这家伙进来，秦阳就知道修士那边人已经来了不少，但还没打起来。若非如此，小胖子不会被丢到这里关起来，十有八九会被当场撕碎。万永商号到底还是不行，还要看无量道院。作为方圆千里毫无争议的霸主，天才弟子差点被人打死，他们要是没点反应才怪。加上紫霄道君的作画之地在这里，无量道院绝必要借题发挥大动干戈，弄不好就要趁这次机会将多乐鬼王一起干掉。另一边，阴怀鬼墓入口，修士和鬼物正在对峙，都等着里面确认结果。要是能不打起来，自然都不想打起来。尤其是万永商号的人，他们在这边力量不强，但偏偏这件事已经没法继续拖延。消息万一扩散开，引来真正顶尖强者，所有人连汤都别想喝上。裘管事阴着脸，满脑子想着怎么才能损失小点解决这里的事。正想着，周围淡淡雾气。忽
忽然沸腾起来，道道涟漪弥漫，卷动阴风呼啸，大地随之震颤不休，轰一声闷响。在场无论人鬼，齐齐胸口发闷，眼前冒金星。再回过神，那弥漫的雾气像被一双大手强行撕开。阴怀鬼墓之内，竟然能看到外面乱葬岗景象，连青灵城都遥遥在望。众人大惊失色，不少人失声叫出声：“开什么玩笑！这是谁？直接撕开了屏障！三元修士，不对，难道是深海期的大修士？”惊叫声中，一道赤色神虹在天边乍现，犹如虹桥贯穿天地，眨眼冲进阴怀鬼墓。红光消散，半空中一个额发鸡皮的老者凌空而立，周身一条火龙缭绕旋转，只是立在那里，周围温度便直线攀升。笼罩的雾气被炙热温度驱散，空气中不断有火花乍现，点点火花落在一旁黑森林里。那10数丈高树木，只要沾染丁点火星，瞬息化为飞灰。烈火神罡罩，连这等镇派灵气都拿出来了。无量道院这是打算跟多乐鬼王彻底翻脸啊！球管事盯着那条火龙，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因为拿着烈火神罡罩来的是无量道院长老许慎，那位差点被打死的天才的师傅。他名慎，却一点都不谨慎，脾气火爆异常，曾跟多乐鬼王打过不止一次。一直以来，多乐鬼王老实待着，从不出去，无量道院自然不愿开启战斗。这次既然将这件顶尖灵器交给许慎，那就是表示要彻底翻脸了。果然，多乐小鬼，滚出来受死！再不出来，老子就烧了你的鸟窝！许慎一声暴喝，声如惊雷，裹挟着阴气雾气，一发炮弹般直向阴怀鬼墓深处冲去。黑云滚滚，化作浪头海啸，跟冲击而来的力道碰撞到一起。轰隆隆，半空中噼里啪啦一阵乱响，这终年不见天日的阴怀鬼墓竟然放晴了。红毛鸡眼，别以为你这次带个破火罩，老子就怕你！半空中黑云化作的鬼脸嘶声咆哮，聚散化形，飞速凝聚成一头丈高独角黑马。黑马背上凭空浮现一位方脸络腮胡、不怒自威的中年大汉。大汉骑着黑马在天空中踏空而来。待多乐鬼王将要抵达，气势攀升到极致之时，一声暴喝炸响，阴怀鬼墓入口处人仰马翻，球管事等一众筑基修士齐齐一声闷哼，面色刷得变得惨白，一时之间各施手段逃出这俩暴脾气的交战范围。只是一声暴喝就能震伤筑基修士，那些氧气修士更是不堪，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一大片齐刷刷全倒下去，红顶被震得昏死过去。多乐小鬼，老子忍你很久了！哈哈哈！许慎见多乐鬼王亲自出马，不怒反喜，哈哈大笑着迎上去。红光一闪，那条盘绕周身的火龙骤然暴涨数百倍，化为上千丈长的巨大火龙，裹挟着红光火海逆冲而上，半空中火光乌光交错。许慎长老跟多乐鬼王打出真火，一时半会儿怕是没法结束。走吧，立刻组织人手，筑基之下的不要来凑热闹，筑基之上的人各行其道，先到那里再说。球管事服下一颗疗伤丹药，阴沉着脸发号施令。再看眼身旁中年人，语气稍缓：“索兄，你跟着我走吧。你精通阵法禁制之道，等进入那里之后，还要仰仗你了。我等必须先行一步，不然等无量道院的人抵达，怕是会失了先手。”求兄客气了，我只能说尽力。所幸中年点了点头，神色平淡。就在这边大举杀进阴怀鬼墓时，鬼城黑牢里，红毛鸡眼，你知道是谁不？秦阳抬头看了看天花板，随口问了：“嘿，这种事儿你都不知道？那是无量道院的许慎长老，他跟多乐鬼王可是死对头，隔几年就要打一架。我之前就猜多乐鬼王打了人家徒弟，许慎长老会没点反应，可惜看不到啊。这种高手之间的战斗可是很难见到的。”小胖子咂巴着嘴，一脸遗憾。秦阳继续抬着头，竖着耳朵听外面动静，没理小胖子。秦师兄，小胖子眼珠子一转，脸上带着揶揄：“你不是说你是故意被抓进来的吗？现在不是时机正好？”不急，还不到时候，他们才刚打起来而已。秦阳竖着耳朵，压根没理会小胖子的嘲讽。小胖子呲了呲牙，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过了没一会儿，外面再次传来动静，这次幅度比较大，之前也就是听到几声怒吼，现在明显是大队人马调动的动静。特别是那一声声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每一次落下都能感觉到大地微微一震，这肯定就是那4尊巨灵鬼物在移动。感受到这个动静，秦阳才在怀里摸了摸，摸出来一块圆润的血玉，慢慢输入真元，灌入血玉，里面浮现一尊头戴高帽的佛陀虚影。佛陀虚影只能看到背影，任凭怎么转动血玉，看到的永远都是背影。随着这个佛陀虚影浮现，血光中散发出来的气息充满古朴、宁静、安详，那血光之中更有一丝禅韵荡然心神。秦阳握着血玉慢慢靠近，化作牢房墙壁的薄雾，顿时薄雾上一丝丝涟漪浮动，自然而然将两侧分开。秦阳迈步走出来，后方薄雾才重新恢复原样。血喇嘛！旁边监牢里小胖子惊呼出声，眼睛珠子差点没瞪出来。血玉不详，多是玉函或玉蝉塞进死者口中之物，但这血玉中却有极特殊的存在，给佛道修士用的玉函，这是正儿八经的祥玉。佩戴之时，万邪不侵，诸恶不沾。这等宝物卖出去，放开了买修行资源，也够秦阳用3年。无论这黑雾到底是什么，里面蕴含的毒虫是什么，本质上的级别终归不会太高，自然会被血喇嘛克得死死的。不求能弄死黑雾里的毒虫，逼退他们绝对很简单。
秦阳迈步走出，斜了小胖子一眼：“你倒是很有见识。”秦师兄，我的好师兄，带我一起吧。我就知道师兄你英明神武，肯定不会无的放矢。就算是鬼城，师兄也肯定能来去自如。若非师兄故意，他们怎么可能抓得住师兄？师兄，别啊，别走啊，带我一起。我保障为师兄马首是瞻，无论什么东西都给师兄。师兄要是高兴了，赏我1-2件也行。我张正义对天发誓，绝无戏言。师兄，你回来啊！我真的有用的，我这些年走南闯北，实力不行，但是见多识广啊！小胖子急得上火，又不敢触碰那些黑雾化作的墙壁，这次是真的吓尿了。别人有什么下场他不知道，外面人族修士跟多乐鬼王已经干出真火，等到事情结束之后，两边都不会放过他。没希望逃出去的时候还好，可现在一个大好机会放在眼前，不但能逃出去，还能趁乱偷偷摸摸先摸到紫霄道君的坐化之地。眼前这位便宜师兄可是有地图的，放过这次机会，比杀了他还难受。秦阳都走出去一半了，脚步却忽然一顿，转过头盯着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胖子。前面的什么承诺，秦阳都当他是放屁。最后那句见多识广，不管有多少水分，绝对要比自己见多识广。秦师兄，我还会寻龙点穴，堪舆风水，最擅长挖坟掘墓。小胖子还在喋喋羞诉，说自己的用处。秦阳转身走回来，一脸唏嘘的看着小胖子：“你这不要脸的样子，我很欣赏。不用我救你，你自己也能逃出去吧？”别啊，秦师兄。我这次是真的没辙了，我手里可没有能逃出这里的方法。这毒虫叫蚀骨虫，每一只都细如尘埃，这里汇聚的数量太多了，加上他们悍不畏死，招惹了必然不死不休。我是真没辙，除了特殊的控制方法，就只有类似血喇嘛这种宝物才能逼退他们。小胖子说的很真诚，一副认命的样子。小胖子说的话里估计有99%都是真的，但最关键那一点绝对是假的，所以他才能这么真诚。然而他说的话，秦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走到小胖子牢前，秦阳露出一丝笑容：“张师弟，师兄只是给你开了一个玩笑，你信不信？”“信，师兄你说什么我都信。”“好吧。”秦阳被噎了一下，完全低估了小胖子的不要脸下限。救你出来没问题，我们继续一起去探索，毕竟我们势单力薄嘛。用血喇嘛救出小胖子，周围牢里的人开始眼巴巴看着秦阳，嘶声力竭，求着救他们出去。救我出去，我给你5000灵石，一件法器，救我出去就是你的。嘶声力竭之中，秦阳充耳不闻，自顾自向黑牢入口走去。这些人什么货色自己太清楚，不过救他们出来，绝逼当场翻脸。我们出不去，你也别想走。似乎察觉到秦阳铁了心不理他们，终于有人嘶吼一声，拿出法器对着秦阳发起攻击。然而法器的灵光刚亮起，触碰到黑雾的瞬间，那个人就被黑雾完全笼罩。凄厉惨叫声响彻黑牢，短短3、4个呼吸，连渣都没有剩下。走到黑牢大门前，小胖子先一步冲上去：“秦师兄，这哪劳烦您老人家动手，交给我吧。”小胖子走到门前，催动手腕上缠绕的黑丝巾，顺着门缝钻出去，从外面打开了大门。打开大门，瞬间，门口2个百无聊赖的狱卒被小胖子的黑丝巾缠得严严实实。小胖子伸手一拉，黑丝巾骤然收紧，2个鬼卒砰的一声炸成一团鬼气消散。左右看看，除了这俩鬼卒，再也没有别人。前方只有一片更加浓郁的黑雾。秦阳握着血喇嘛，慢慢走向那一层黑雾屏障，一丝丝微弱涟漪浮现，蚀骨虫被驱散。秦阳从黑雾里钻出来，身后小胖子紧随其后。出来之后，向鬼城后方望去，一线天就在那里。只要离开鬼城，就能抵达紫霄道君的坐化之地。就在俩师兄弟走出来时，100师丈之外，一个黑裙女人手握尖端是蛇头的黑鞭子，和一个20岁冒头的俊俏青年打得火热。秦阳的脸色瞬间绿了。面无表情，给自己身上拍了一堆符篆，风行符、秋蝉符、金刚符，然后毫不犹豫转身就跑。小胖子一个机灵，紧随秦阳而去，一边跑一边嘀嘀咕咕：“一个女鬼，一个无量道院内门弟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狗日的，把驴日的朝死里打！”跑出不过100丈，后面交战声音忽然停了。小胖子回头一看，差点吓尿了。那女鬼不知道发什么疯，怒瞪着眼睛，咬牙切齿，紧追着他们而来。后面那位青年修士的剑光都完全当作没看见，硬抗一击也要追他们。秦阳见此，面色更绿了。刚才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德妃。这小娘皮可是鬼兵境界。上次自己易容被看穿，但真容他应该不清楚。这次谁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对视的一眼，秦阳就知道这小娘皮认出自己了。现在被碰到，看看这咬牙切齿、深仇大恨的眼神，真被追到，绝对生不如死。当然，这事肯定不能让不要脸的小胖子知道，不能让他认为女鬼是追自己。于是，让你嘴贱！我特么怎么知道啊？小胖子欲哭无泪，都快疯了。别废话！赶紧跑！秦阳闷着头直冲逃命，用的符篆一股脑全加在自己身上，一边跑一边暗暗遗憾，之前制造的末路卷轴只成功了1卷，可惜不是唤醒末路，不然召唤出一只白鹤，早他妈飞走了，还用费这事。秦阳闷头直冲，小胖子不知道用的什么秘法，跑路姿势极为怪异，速度极快，一直跟在屁股后面没掉队。后方俏脸带煞的德妃
挥舞着黑蛇鞭子，咬牙切齿，脚踩黑风，速度比两人更快。更后方，无量道院那位帅哥手握长剑，御风而行，速度也不慢，死死咬在后面。只不过这哥们脸上带着一丝疑惑，完全被眼前状况搞懵了。站住，别跑！德妃咬着牙一声娇喝，手中黑蛇鞭子丢出，顿时尖端那黑蛇头张着嘴，一声嘶鸣，尚在半空便迎风渐长，身形一摇，化作一条数十丈长的黑色巨蟒，庞大身躯画着无限。灵气化形，娘哎！这疯娘们什么来头？不就嘴臭一下，你至于吗？小胖子满头大汗，也不知道是跑累了还是被吓的。见到这黑蟒出现，小胖子的速度反而更快一分，眼看着就要超过秦阳了。秦阳头也不回，反手丢出去一沓子法符，火光、冰霜、巨石、狂风齐出，乱七八糟攻击，铺天盖地向黑蟒脑袋照去。黑蟒张着嘴，猛地一吸，无论是火焰还是冰霜，统统一口吞掉。20-30张法符，除了拖延一点点时间，黑蟒连毛都没伤到一根。师兄快跑，别费力气！这黑蟒是灵气化形，压根儿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小胖子呲牙咧嘴，浑身肥肉乱颤，也不回头，一门心思向前跑。秦阳黑着脸，不再做无谓挣扎。灵气，不亏是鬼，王闺女真有钱，自己连个中品法器都买不起，人家出手就是灵气。眼看到了鬼城尾部，高大建筑渐渐增多，黑蟒速度稍稍减缓。可出鬼城后，门到一线天之前，这一段一马平川被追上是必然的。秦阳眼珠子一转，后面的师兄，你知不知道？这位就是多乐鬼王最宝贝的闺女，正在紧追不舍，还有些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追的杜心，神色一愣，再看德妃时，目光就变了。师兄，快点拿下他，助许慎长老一臂之力，到时候多乐鬼王稍稍分心，许慎长老就能打败宿敌，没准一高兴就收你为亲传弟子。卑鄙无耻，下流的小贼！德妃气得胸口剧烈起伏，肺都快气炸了，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紧追不舍的黑蟒张口一喷，大片大片黑雾散开，转瞬之间化作无形。前面跟脱缰野狗一样撒欢的两人，立时嗅到一丝腥甜的味道。有毒！不过1-2个呼吸，两人就感觉呼吸有些不畅，意识开始慢慢昏沉。秦阳大惊，连忙催动血喇叭，血光弥漫开，层层叠叠荡漾开。那佛头背影浮现后，禅音荡漾，让两人神志一清。后方紧追不舍的杜心，终于忍受不住诱惑，动真格了。这要是真能稍稍帮点忙，让许慎长老打败多乐鬼王，被长老直接收为亲传弟子，传授衣钵的概率不大，但从内门弟子更进一步成为真传的概率就很大了。就算还是不行，最次赏赐肯定付，再加上刷脸获得一位长老好感，可比什么都强。一念至此，杜心哪还会考虑别的？一声低喝，手中长剑一挥，单手捏印诀，顿时道道剑光绽放，层层叠叠，恍若昙花盛放。待到盛放到极致，光芒暴涨，剑光铺天盖地，似瓢泼大雨向德妃笼罩而去。德妃恨得牙痒痒，但这个时候真没法继续追秦阳他了，伸手一招，召唤回黑蟒护住自身，跟杜心战成一团。无量道院没一个好东西，统统都该死，该死！后方战成一团，黑蟒在剑雨之中疯狂挣扎反抗，烟尘滚滚，到处是建筑倒塌。秦阳跟着小胖子狂奔不停，一路狂奔出一段距离，确认后面一时半会追不来了，才停下稍事休息。秦师兄，你认识那个小白领？不认识啊。小胖子闻言一呆，嘿嘿一笑，竖起大拇指。是。秦师兄，你可真有机智，我差点以为我们要死在那疯娘们手里了。嘿嘿，那疯娘们不会以为我们也是无量道院的弟子吧？管他怎么想的，反正那位帅哥实力可比他强。别看手里有武器，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哦，对了，秦师兄，你怎么认出来那疯娘们的？别废话，赶紧走。秦阳黑着脸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这小胖子鬼心眼多，人也机灵着呢，这么快就抓住重点了。再让他思考下去，指不定就反应过来德妃是来追自己的。两人继续顺着一马平川道路狂奔，不过2-3里地，终于到了此前看到的一线天，下方是漆黑深渊，压根不知道有多深。两人站在悬崖边，看着河水坠落深渊，心里犯嘀咕：秦师兄，你确定就是这里？你信不信我？师兄，你说什么我都信。信我就跳吧。